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10月9日上午，我还在德国。不过今天下午呢，我就要到机场去了，飞往中国，又回国。你看，上个月我还在美国，然后呢，刚回到德国1个多礼拜，马上就要回中国了。这是计划好的旅行，与我的德国伴侣一起，因为他一直非常期待。他说今后呢，每年都要去中国度假一次。这次呢，我们回国出了很多状况，我给大家说说吧。我们每次呢都是在网上订那个机票，但是这次呢，我有个细节我没有注意，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，那就是订票的时候呀，我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去和回程是2个不同的公司，就在大约，我看应该是大约1个月前吧。我们的机票呢是今年5月份就订了，可是大约1个月前，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，当时我还没有完全引起注意。那电子邮件是这样的，他说啊，去程的航班呢，航空公司自己取消航班了。我坐下来说说吧。是这样啊，我订的那家航空公司，他自己取消航班了。我是在网上订的，而是通过一个相当于中介一样订的啊。然后那家公司告诉我，他说是航空公司取消，然后我就说，不能说取消就取消啊，航空公司得给我一个解决方案，比如说另外帮我订张票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中介说，他说没有那么简单，航空公司他说答应退票给你。我就想，如果退票给我，我原来订的价格，如果我现在新订，而且是单程啊，现在那很贵啊。那么这个我现在付的新的价格和我原来付的价格这差，按理说是应该航空公司帮我填，对不对？但是航空公司不干。我就想，如果按照德国法律，我可以请律师啊。然后我这样尝试跟他2次交流，每次都非常的慢，因为那客服呢并不是人工在那里实时跟你交流，而且有排队。然后呢，他是跟你在网上那个通过比如说手机啊，或者通过那个电脑打字对话，而不是有个人亲自跟你对话，所以非常麻烦。我有时候发出去这个消息，对方可能10分钟才反应过来，这样一来一去，每次呢都要1-2个小时。后来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精力跟他耗，我可以请律师啊，但是我认为我付出精力太多了，性价比不高。后来我就想算了吧，那你退钱给我算了。在德国30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现象啊，就是去程和回程是2家不同的公司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航空公司自己取消到中国的航班。我这次本来订的是应该是哈萨克斯坦的航空公司，它是先从法兰克福到不是阿拉木图，那叫什么地方？反正离乌鲁木齐不太远的，大概离乌鲁木齐1000公里的一个城市，我都没有听说过。然后呢，从那个地方飞往广州，可是1个月前他说航班取消了，所以这次呢对我是个很大的教训。我也在这里提醒了各位，不管你是从中国出国到国外，或者是从国外回国去，你们订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同一家航空公司，这样更可靠一点。像我这样现在就非常的被动。是啊，他把那钱给我退回来了，但是我要另外花更多的钱订一张单程票。我现在就这样，而且我现在回国短期内啊没有很多响应时间，所以呢给我回国现在的选择就更少了。直接回国的直达航班肯定是没有了，如果有的话就是天价。那么我能选择就是中途停留1到2次，也就是要换1-2次航班，对不对？但这样的航班目前这样的机票目前稍微便宜的也没有了，至少要单程啊要1500欧元以上，也就是要1万多人民币，这太贵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我们就先飞到比如说德国，飞到曼谷啊，或者是飞到西贡啊这种城市，然后呢从那边再飞回中国。我是从科隆飞到慕尼黑，飞到中东的某个城市，应该是
阿曼的那个首都叫 Muscat， 从 Muscat 再飞到曼谷，应该是汉莎和那个阿曼航空一起联航的。这样的话好像是400多欧元，也就是人民币3000多，飞到曼谷单程啊。然后呢，我从曼谷再找航班飞回中国。这次呢，我找到了东航的，从曼谷先飞南京卢口国际机场，从卢口呢飞到贵阳龙洞堡，这样好像是一个人1000多，这样加起来大概是差不多5000块钱单程啊。那这样没办法，这是我能找到最便宜的机票了。然后呢，从贵阳我可以坐高铁回我们广西桂林，还有到我的老家去。现在有高铁很方便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从贵阳到我的老家大概是200块钱，跟我从深圳回我的老家，这个距离啊，还有这个价钱是一样的，没有区别。所以今后呢，我就想，我回国其实选择反而更多了。通过这次啊，因为呢周围吧，坐高铁大概200块钱左右的那个机场，我呢有香港、广州、深圳，现在呢有长沙，还有贵阳，你看是不是选择更多？如果我那个舍得花500块钱高铁票，那我可以飞重庆啊、成都也可以，因为从重庆到成都到我的老家也很多的高铁，所以呢，从这一点来说啊，中国这交通方便，也方便了我回国。现在回国啊，特别是这次，我的感受更深了，几乎不用带任何东西，我的行李箱几乎是空的。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看，我现在回国到底带什么东西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几乎什么都不带，直接是一个空的那个手提行李箱，那个大箱子我都不用带，而是直接在中国到时呢买一个行李箱，然后在中国买很多东西带过德国来。现在就这样。下期节目我们可能就在中国国内见了啊！大家看看，我这是手提行李啊，没什么东西啊，除了吃的，然后有1、2件我的衣服之外，其他都没有。现在我的手提行李都没有满啊，等一下我就放我的手提电脑进去，然后呢，我把这个无人机也带着，到时回去呢拍一些国内的风景。我自己是没有交际的行李的啊。看看我们的德国猪队友，我叫他帮我也放些东西，也是你看吃的给国内的我的亲戚的小朋友，还有你看我买了这个 Nutella 也是给我的亲戚的，给他们做什么包子之类的，或者小朋友涂着吃。我还买了德国的这蜂蜜也带回去送人，相当于德国土特产啊，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带的，从德国真的没有。你看他的行李箱也几乎空空如也，到时也从中国买很多东西带过来。现在我们回国的麻烦就是真的不知道从德国带什么。你看这里面就是除了1件夹克什么都没有，可以说是半空的。他也感到非常的苦恼，他说到底带什么东西呢？太空了，你看对不对？这就是目前我们的那个困境啊！从德国回中国，真的不知道带什么东西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德国或是在海外，现在回国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跟我差不多？还是你们觉得德国的东西比中国的更好呢？这是他的那个这个背包随身带的，你看也没什么东西。这个帽子还是在中国买的呢。然后呢，这有个喝水的瓶子也是在中国我帮他带过来的，其他的没有了。这个充电宝倒是我带着，这是我在国内买的，因为我怕在国内要坐那个飞机，所以带了这个有 CCC 3C 认证的。在德国买的我的那个充电宝没有3C 认证，所以不敢带回中国，到时如果没有的话会没收的，没有这3C 认证。所以你看我现在回国也要带在中国买的那个充电宝才行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带上我这手提电脑，到时放到我的手提行李去，其他的真的没有了，不知道带什么东西。
真的是空空如也啊。最后说两句啊，由于这次航空公司取消我们的航班，所以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不便。然后呢，我在网上订票，订到的是2张不同的票，相当于我们先飞到泰国曼谷，从那个地方呢，我们要先过海关提取行李，然后呢，再到那个东航的那个航班那个航站楼去，然后呢办理在那个地方的登机，然后呢又出一次泰国的海关。应该是这样操作，对不对？反正我的理解是这样。而我的德国猪队友说，相当于在机场中转。我说不算中转啊，因为你在德国交寄的行李，你得经过海关之后，然后呢才到行李提取的地方，对吧？相当于先入泰国的海关，然后呢提取行李，然后呢再找到比如说东航的那个航站楼，然后再交寄行李，然后呢又才出泰国的海关。我的理解是这样，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。但是我的德国猪队友他不同意，他说应该是在相当于在机场内的中转，反正我是不同意的。不过呢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20小时提前最少20小时办理那个泰国的入境申请吧。它是那个免签的，但是要做一个申请。只是呢，我们提取行李之后还是待在机场，不到市区。但是我认为已经是入境泰国了，然后又出境。你们是怎么看的呢？所以朋友们，最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今后不管你们从哪里订那个机票，最好去程回程，也就双程呢，是同一家航空公司，这样操作就简单多了，不会像我这样现在特别的被动。那没办法，吃一堑长一智嘛，只能这样了。那么朋友们，到时我们在国内见。可能大家不敢相信啊，这次去程啊，我们一共在路上2天时间。今天是10月9号，我们下午应该是17点40分的班机，然后呢，我们到中国那边，到贵阳是11号中午1点多，下午1点多吧。你看，如果是从那个日期来说是2天时间，也就是我们在路途应该有30多个小时，差不多40个小时。所以呢，这肯定是一次非常辛苦的去程，真的，我不知怎么说了，我感到非常的气愤。现在就是因为那家航空公司他自己取消航班，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么我们在国内见了啊，拜拜。